大家好，比特币昨天是第8根变盘转折上涨，不过距今好像又反着做哦，上涨他们卖出，下跌他们才会买，就这2-3天一直都是这样子哦。那等下来聊聊这个位置，比特币会继续建构吗？因为有些朋友问我，之前做多的利润，下一步哪里可以平仓？如果上去的话，或者是顶部要怎么判断？然后昨天包括很多山寨币也是继续大涨。特别是狗狗币，昨天是大涨了近9%。不过0.22做多狗狗币这一次我是没有成功啊。去年的一些利润目前还是在持有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资产图表。昨天比特币是一根价格大涨，那这个位置我们再数一下蜡烛啊，就是如果从这一根 K 线的高点开始起算比特币的盘整，就是到昨天它也是刚好接近8根的盘整，或者是那现在的这个位置，比特币最近的阻力是很阴险哦，就是5月7号的时候这一根蜡烛的收盘。昨天是有提醒哦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比特币到底价格会不会继续整理。那现在一根上涨，确定它是已经进攻了吗？因为最近的主力，反正就是跌的时候，他们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才会买。然后昨天一根上涨，早上刚刚8点收盘的时候，就是这一根蜡烛高位收盘的时候，现在是卖了1254枚。相反的，散户持有1枚以下的比特币。就是感觉好像又在追，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，现在的这个位置比特币还能不能买？那我想跟大家讲啊，交易如战场，战争里面很多厉害的那一些战略家，我相信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打仗。那一些厉害的军事家肯定要有7成到8成的把握，才有可能就是会参与战斗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比特币交易也是同样就如战场。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空间，之前的这一个 75K， 它跌到这个 75K 的低点，或者是几个低点，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不下几种指标 ，RSI 日线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 RSI 指标在日线里面，历史的经验来到30左右的区间，之前的50K 也是来到30的区间。所以看图表有把握的区间，在这个位置也是鼓励朋友们。我个人的资金是继续 all in 比特币，或者是甚至交易群上面 75K 通知做多。但是现在 RSI 指标我们看一下，它又来到高位区啊，所以虽然整个大长线还是在看涨这个比特币，但是我的观点就是你尽量2年之前或者是这个位置再买入的一些仓位给我持有为主啊。那短线这个位置我们来观察比特币会不会继续涨，因为早上冲高以后现在是价格又回来哦。那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根 K 线，它既然价格上去，前面这是一个盘整区间，我们要去观察价格不要又回到10.4000美金，就是大约这一根蜡烛一半的位置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资金费率，因为很多朋友2年之前一路买到现在，上一次是说10万美金。有些利润没有平仓，然后跌下来，那现在价格又回到这个位置。有些朋友是问我要不要平，这个取决于你的仓位，就是你加入战斗的那一些兵力，你如果影响到自己的心态，我的观点是看自己的心态哦。你如果感觉比特币这个位置怕它下跌，或者是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个资金费率。一般历史的经验。资金费率如果正的资金费率很高的时候，比如当时比特币涨到9万或者是10万美金，有几次资金费率是非常非常的高。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一根啊，它是接近 0.046， 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之前在 75K 的高点，就是成片的资金费率都是非常非常的高。所以这个说明什么？就是市场有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热。当市场过热的情况下，那我们相反的要去思考一下，它价格为什么还是在盘整？那有可能就要小心，
比特币会不会有中线的回撤，所以将来的顶部我们尽量观察吧。目前的这个资金费率，短期我不确定它会不会继续盘整，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画一个右侧的区间。但是就整个大长线，特别是你如果是之前成本很低的比特币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等下一步，如果比特币价格涨高了，资金费率如果很高的情况下，我们到时候看要不要小心在顶部的位置再平仓一些比特币，或者是甚至如果比特币在30万美元以上，看要不要考虑卖出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除了那个资金费率，周线的这个 RSI 指标，每一次阶段的高点也是很好用啊，就是背离的知识。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这一个10万美金，包括当时这个位置11万美金，高点更高，但是指标高点更低，背离的情况下，那你有可能要小心，就是比特币会不会有盘整的区间，或者是有可能它会有中线的回撤，或者是2023年当时这个位置这个高点是比这个高点高，然后指标它也是高点比之前的高点低，它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中线的盘整或者是回撤。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21年的2个顶部，当时的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更高，然后指标高点更低，以及这一个位置的高点比这个高点更高，指标的高点是比之前的高点更低，比特币就进入熊市哦。所以未来的顶部我们也要参考，就是这个周线的 RSI 指标，或者是现在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最近因为我是跟很多朋友讲，你如果有新的资金，自己要去看一下这个指标，很简单啊。如果比特币再来一根上去，它周线的 RSI 指标就是背离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狗狗币之前有判断这一个看涨楔形，不过0.22支撑也是做了几次啊，但是价格下来，现在价格就上去，也是没有来到这个0.2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狗狗币也要看比特币的连射，这一根蜡烛现在也是一个多头的吞噬很强势，你不然就观察吧，有可能支撑这个0.22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支撑，就前2天给大家的这一个2300左右，不过这个支撑是跌破，那昨天低点这一根灯芯就跌到这个位置啊，所以有时候会有短线的一些利润，但是中线它最近的以太坊也要看比特币连射，早上又在洗盘，不然先观察吧。以太坊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洗盘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